废话不多说，来看今天的影片。在广西，你可以不会做饭，但不能不会这个，不然在村里你都抬不起头。年底放假回家了，我发现家里后院养了好多鸡，而且我妈今天不在家，这还了得！钓鱼佬的大抄啊，派上用场了。平时大鱼钓不着，抄只鸡应该没问题吧？这鸡养得好啊，逮2只直接抓去窑鸡，这只可以，不要太大的，太大的烤得不嫩。抓到你了，嘿嘿，偷偷抓个2只鸡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怕不够吃，多抓了2只，顺便帮他们洗了个热水澡。做这个窑鸡调味很重要，芹菜、姜、洋葱搞里头，还有香菜，给那个葱都不用买，自己家楼顶就能种，想吃什么菜自己种就行了。多搞几把，而且这些都是没有用过农药的，妥妥的天然绿色食品，这一点差不多了。洗干净的葱搞里头，还有小米辣多加一点。10只鸡加个1.5升的酱油就可以了，蚝油加个1瓶半，现磨的胡椒粉加一点，五香粉来1袋，13香不要太多，一点点。还有这个很重要，腐乳，我这里煮粉炒菜都会加这个，加个1罐进去。米酒倒个100毫升，洗好的香菜，然后呢给它们搓个澡，把葱和香菜当成搓澡巾，蘸上这个料汁儿。你就使劲搓啊搓，每个地方给搓匀了，这样做出来的鸡又香又入味。到时候这些葱啊，直接塞到鸡肚子里面，都能吃的，特别香。接下来要腌几个小时，中间再翻个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它就是最重要的搭窑环节，找一块平整的土地，先测一下风向，确定一下窑门的开口方向啊。东南方，这个窑门口一定要坚固，用这种大的土块垒成一堵坚固的门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用砖块。下面一层用比较大的这个土块，咱们鸡比较多啊，这个窑子就搭大一点。前面几层很重要，要搭好地基，不要搭到一半就要塌了。你可以用手掰出合适的形状，慢工出细活，慢慢来，叠上去试一下稳不稳固。要做到每块泥块之间相互都有支撑，层层往上叠，像这样的小缝隙用小的泥块去支撑。几年土木工程没白学啊，很稳，每一个位置都要叠好，用小的泥块去填补这些缝隙。OK， 前3层一定要叠好，后面就开始向上收拢。向上收拢呢，需要一些比较长条的泥块，这样叠起来不仅方便，而且特别坚固，可以用刀慢慢削出需要的形状。像这样子的就很好了。用这种比较长条的泥块呢，每叠一层都往中间靠拢一点，长的泥块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撑，不至于搭到一半坍塌了。不要急啊，慢工出细活，上面削平整一点，方便叠下层土块。咱们搭了这个窑子比较大，一旦出错就麻烦了，慢慢来。现在工程已经完成一半了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现在要封顶收拢了，选择合适的土块，一边手扶着一边手放啊，否则就容易造成坍塌，一定要小心，慢慢来。确保稳固，最好呢就2个人帮忙，一边搭一边用手扶着，这样就算你的土块不稳，它也不会往中间塌陷。只要稍微细心一点，慢慢叠，不难。已经到了最后封顶的阶段了。放到另一个边啊，放到另一个边的，没有了，来了，来啊！两广老表童年的必修课，搞定。确定风向的重要性，你看，风全部往这个窑门口吹，你看这个火就越烧越旺，一直加柴火，直至把这个泥块烧到通红。一定要小心啊！如果把这个窑给捅塌了，那就跟打翻扣肉同等罪名。这里边的温度特别高啊！哇，我烧累了，换个人。烧到这个程度，差不多温度已经够了。鸡肚子里面塞点葱，把脚掰到鸡肚子里边，防止戳穿锡纸。其实呢，最好垫一层香蕉叶或者荷叶，层层包裹起来就可以了。
搞定。这里边的温度相当高，先把5只鸡放进去，然后在顶上开个洞，再把另外5只放进去，这样受热均匀一点。把窑子整个推倒，把鸡埋起来就行了。把土块敲碎，用地上的泥把整一个窑子给封起来，减少热量的流失。OK 了，等上个40分钟就得吃了，肯定特别香。时间到，开窑开窑。我给我，鸡腿是我的。太香了！哇，人间美味。鸡胸肉都是嫩的。来吃鸡屁股。哦，鸡屁股都是香的。这种做法保留了食物大部分的水分，香味整一个的锁在鸡里头。选的都是比较嫩的母鸡，肉的软烂恰到好处，而且很滑很嫩，你甚至可以像吸面条那样吃。不说了，开炫！兄弟们，哇，鲜嫩多汁，太香了。10只鸡都不够吃，下次再多弄一点。不久，老妈就来电话了。中国农村里有一道经典美食窑鸡，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烤鸡，更是一场来自大自然的烟火盛宴。从广西农村的传统窑鸡，到如何在城市厨房里复刻这道经典，今天我们一次讲清楚。广西的风土人情孕育了窑鸡的独特风味。这片被山川环抱的土地，不仅有壮丽的喀斯特地貌、蜿蜒的梯田，还有数不清的地道美食。而在广西的农村，窑鸡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味之一。农家院落里，几块砖头，一个土窑，一堆柴火，这就是最原始的烹饪方式。一只新鲜的土鸡，裹上香料，用黄泥封住，埋进燃烧的柴火灰烬里，让它在余温中慢慢焖熟。鸡肉吸收了泥土与柴火的独特香气，外皮酥脆，肉质鲜嫩，撕开来还能看到满满的肉汁。这就是广西窑鸡的魅力，纯粹、原始、自然的美味。那么，如何在家里复刻广西窑鸡？如果你没办法在农村搭个土窑，别担心。其实，在家里的烤箱、空气炸锅，甚至普通的锅子，也能做出风味极佳的窑鸡。关键是密封焖烤，让鸡肉保持湿润与香气。至于食材准备呢，需要准备一只三黄鸡或走地鸡，因为这种鸡肉质更鲜嫩。腌料的准备也是关键，需要准备生姜、大蒜、香茅、八角、花椒、料酒、酱油、蜂蜜。为了模拟传统窑烤效果，包裹材料需要准备荷叶或锡箔纸。准备好这些东西以后，将鸡肉用香料腌制至少4小时，最好是冷藏1夜，让香气完全渗透。然后用荷叶或锡箔纸把鸡肉包紧，这样可以模拟密封效果，锁住水分与香气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烤鸡了。如果是用烤箱，将温度调整到180摄氏度，烤约1.5小时，中途翻面一次。如果是用空气炸锅，将温度调整到160摄氏度，烤1小时，再调高温度至200摄氏度，烤10分钟，让表皮更酥脆。如果是用普通的大锅，要将大锅中铺上粗盐，把包裹好的鸡肉放上去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煮约1.5小时。当然也可以使用电压力锅之类的烹饪器具。最后拆开包裹，瞬间香气四溢，肉汁满满。你成功复刻了一道广西窑鸡。广西窑鸡的灵魂是手撕加蘸料，传统窑鸡最美味的吃法就是手撕，不需要刀叉，直接用手撕开，感受鸡肉的嫩滑与弹性，外皮脆香，肉质细腻，每一口都带着浓郁的烟熏风味，搭配广西特色的酸辣蘸料，味道更上一层楼。传统的蘸料配方一般是生姜泥、蒜
蒜泥、小米椒、酱油、米醋、香菜末、花生碎，一点点糖来平衡味道。一口鸡肉，一口蘸料，这就是广西农村最纯粹的幸福味道。